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格斗游戏《街头霸王》真人版，咱们选用春丽。这款游戏是根据同名的电影改编的吧？招式方面，波动拳是后续前拳，然后下续上角，后续前脚，一个突进，一个对空，摆裂脚。另外还有一个中腿按住蓄力，是翻个身，但是被打下来了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技能，并且那个技能还有各种派生，但是实战当中我感觉意义不大。这款游戏的系统其实还算可以，还有超杀。咱们另外还有一个超杀，有机会再演示吧。另外，如果你的血条显示危险的时候，你可以用出潜力技。这个潜力技呢，每个人不大一样。打晕了。在空中还可以进行多段的追打，另外呢还有反击技能，就是你在防御的时候，每个人反击技能还不一样。其实系统方面做的还算是比较丰富的，但是呢，游戏的帧数不太足，另外手感呢也稍微弱一些。相同类型或者制作方式的游戏有一款叫做成龙传说的，之前也给大家录制过，我感觉那个做的呢更精细一点。第二个呢是打古烈，古烈呢是上格云顿出演的，在电影里边他也是主人公。一个空中的琴曲，每个人的招式都比较多，除了常规的招式之外呢，你肯定会有那么一两个招式，它的出招方式非常的反人类，所以在玩家玩的时候呢，你就很少看到这样的招式。你甚至能够打出木鸭的连续技。好，这是第二个超杀，没挂呀。好，他防御不住了。第二个超杀呢是放出一堆波动拳。这个波动拳好像还有一点跟踪的效果。第三个角色呢打自己。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游戏的剧情吧。剧情其实也谈不上，因为它是电影改编的嘛。那电影的剧情呢是反派人物维嘉绑架了60多个人质，索要20亿美刀的赎金。这样呢，联合政府就派出了古烈。好，对面刚才用的这个就是我说的出招方式比较复杂的，指令比较反人类的招式，骑在你身上呢扇嘴巴。其实如果说到出招方式复杂呢，好像没有比什么霸王人法贴更复杂了，以至于那款游戏后来出了一个指令的简化的版本的修改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搜索一下。那其实这个电影的制作成本呢是3500万美元，所以说维嘉在里边索要20亿美刀的赎金，这个恐怕是太高了一点。你看人家又用出来了，我就用不出来啊这招。好的，在空中我还接了2下，打龙了。龙这个角色呢是文峰出演的，文峰是一个亚裔的演员。大家对他比较熟悉的应该是在《寒战1》里边演退役的那个警察陈斌，可能很多小伙伴有印象。但是呢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文峰这个演员啊，他不玩游戏，就是尤其是不玩街霸。那不只是他，在这里边电影里边的达西姆也是不玩游戏的。以至于这2个演员演这2个角色的时候，不知道自己在扮演什么。AI 呢，它就会解头，这个我总是解不出来，所以说抓人的时候经常自己吃亏。但是好在第1局咱们勉强拿下来。这个裙子也反重力啊，升龙拳、波动拳，然后旋风腿。好，我呢现在体力已经比较危急了，所以说我现在可以用出他的潜力技。
这个潜力技有一定的跟踪的性能。好的，血皮的威力啊！桑吉尔夫啊，这个桑吉尔夫看着还算是比较壮，但其实呢，拍这种格斗类型的电影，一般都要求你的演员看起来壮一些。但非常遗憾的是呢，这个电影啊是在曼谷拍摄的，当地的气候啊比较潮湿，以至于绝大部分演员呢都水土不服，到了当地之后都瘦了，都减重了，这样看起来就不是那么壮啊，电影的效果拍出来。我的这招升龙腿使用的方式呢是下蓄上脚。打这个角色就有一点难，因为对面的脚比我长。好，这个角色叫做泽田。那可能很多小伙伴说，我不记得《街头霸王》里有这样一个角色呀。那其实呢，这个角色是卡普空和制片方当时拍摄电影的制片方博弈的结果。因为当时呢，龙这个角色，卡普空希望是一个日籍的演员来演。但是片方最终选用的是一个华裔的演员文峰。那最后呢，就由一个日籍的演员出演了这个算是原创人物吧，当时叫做泽田。他的招式我感觉在游戏里还是比较霸道的，段数非常多，打他的话呢最好压制。晕了，好的。每局的节奏其实都非常的快，刀片、刀锋，这个刀锋战士竟然有。其实类似的制作方式的游戏，更推荐大家去玩《东东不死传说》啊，那款游戏可以说是诚意十足啊，光是照片就拍了2万多张，大家可以想一下抠图的工作量。这款游戏可能是制作年代比较早吧，出品时间大概是95年，因为电影是94年底上映的。好，我又剩血皮了。给大家再展示一下血皮的威力啊！好，放了个超杀。刚刚对面人物呢冒了一个绿光，冒绿光呢就代表他使用出了反击技，就是防御之后的反击。一般的反击技都是按前中脚、中脚或者上中脚或者中脚。好，第2局呢咱们打得稳一点。不能每局都采用血皮胜利啊！本田这个角色选的还可以，但为什么这么黑呀？好，在空中竟然踢到了2个重脚，这个重脚很奇妙啊，它是在地面踢不倒人的，但是呢，如果你在空中用重脚击中对手，那是一下就能踢倒。他又给我开始展示血皮的威力啊！剩一点血还不愿意倒地了。阵地这个技能让我想起了大门五郎啊！大部分角色如果他的升龙不是很常出的话，你都可以跳起来踢他。其实呢，如果你问我会不会玩这个游戏，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我不会玩这个游戏。就是胡打胡来了，狠。但是打 BOSS 的时候还是需要讲一点套路，打一般的角色就是拼命。反正呢，对面的升龙也不是很常用，你就跳起来压就完事儿。因为游戏的节奏很快，多打几下对手呢，很快就能打倒了一局，1分多钟吧。啃的这个波动拳。他的发射方式很怪异啊，这个波动拳。哦，一个升龙还接了一个旋风腿。
升龙带火焰，这个可以。好，我使用了一个空中抓人技。那其实人物招式动作怪异可以理解。我记得日本有一个高级玩家，他呢就是专门练习《街头霸王》里边人物的招式，而且模仿的还超级像。我的下中脚反而能够绊倒人。眩晕的时间还挺长的。打师叔啊！好鬼的阿修罗闪空，这个是特别的烦的一个技能，我抓不住他落地的那一下。打他的时候呢，要小心一点，因为毕竟是 BOSS 级啊，你跳跃的话，一般都会吃一个升龙的，而且他一般错进错出啊，把他的这个必杀技躲过去了。你看打他的时候，我明显就保守了很多呀。最后打维嘉的时候也要这样打，其他人就无所谓了。乱拳打死老师傅。我的下中脚 AI 还是比较吃的。可以，他的血量呢不多了。放了个超杀，敌不动我不动啊！哇，这个升龙管这么远吗？好的，踢完，开始四天王了。这个货没有对空，他的对空就是下重拳，应该是晕了。你看这个连续技啊，非常的诡异，怎么在空中就挠了我两下啊？就是判定你感觉有一些无法理解。哦，在空中我又踢了两脚，好吧。我这两下，第一次呢是打晕了，第二次呢是干掉。拳王这个角色，我看这个选人有一点像勇士队的追梦格林啊。哎，他就是固定用这招来破我是吗？哇，这大拳头太突然了吧，这个。那如果你用超杀干掉对手的话呢，他的体力槽会爆掉。他可以把我的飞行道具挡回来。给了我一记对空技。我还是偷他下路吧。哦，这个重拳呢还原度还是比较高。但是胜利姿势啊，差很多。沙加特，沙加特胸口是不是没有那道疤呀？其实按剧情来讲呢，应该有了。哦，空中给了我2个升龙。刚才沙加特吼人这招是一个定身技，哦，给了我个超杀。我也会啊，感觉有点难度啊，这个角色不是很好打。哦，又一个超杀，对面也是有俩超杀的，这个超杀还原度很高了。哎，把我定住了。
打人太疼了。所以这个游戏的偶然性真的很高。最终 BOSS， 最终 BOSS 这个演员啊，在电影上映前2个月去世了。那打最终 BOSS 呢，咱们就稳妥一点吧，防御反击。否则的话，我甚至被一套带走过。他的超杀也非常的狠，超杀呢一套打懵，然后再来一套连续技就把你干掉了。好，第1局顺利啊，只能这样打。就我尝试过很多其他的打法，包括不断的后跳等等都不成，只能这样打。我放电了。哦，用电来窜人这招啊，在电影里边可以看见吊德维亚，就等于穿帮了吧这招。毕竟人类无法施展出这招，对吧？好的，那这样通关了。给大家录制这个主要目的是不能让我一个人瞎呀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格斗游戏《街头霸王真人版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坑再见。